我出嚟之前咧，我都大概度咗啦，咁個櫃嘅深度咧，大概係我中指指尖去到手踭多少少，咁我大概就知道係，咦，其實係啱好可以揼到落去呢個位。冇辦法直接睇到單位嘅間隔、裝修、景觀，對視障人士嚟講，觸覺、聽覺甚至嗅覺有一種好新嘅味道，都係判斷居住環境究竟係咪合適嘅重要線索。其實咧有視力嘅人咧，可能佢哋會度尺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就可能係去記住手臂啊、手掌啊、步距啊等等一啲身體嘅部位咧，去幫我哋去量度個距離。屋內嘅動線，以至單位佈局上每個細節都會影響佢哋可唔可以住得安心。今集我哋一齊陪視障人士 Merrick 去揾樓，用另一種方式去感受單位點先為之合適。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Merrick， 我本身係一位視障人士嚟嘅。咁因為視力嘅緣故啦，我揾屋或者租屋嘅時候咧，都會遇到比其他人更加多嘅難題。今日就睇下 Melody 同埋代理會帶我去睇啲乜嘢好嘅樓盤先。咁我而家嘅視力狀況咧，係左眼全失明，右眼有1% 嘅視力啦。咁我可以睇到一啲好鮮豔嘅顏色啦，同埋睇到光暗咁樣嘅。我而家咧係同太太一齊住，咁太太都係視障人士嚟嘅，都係黃大仙鑽石山呢邊，都係一啲單棟式嘅私樓嚟嘅。住緊呢個地方咧都住咗幾年，咁其實業主本身好好啦，咁單位內部嘅狀況其實都十分之理想嘅，但係即係亦都令到我會思考下，揾下出邊一啲盤咧，其實就係最主要係因為比較近一條繁忙嘅馬路啦，咁樓下都車來車往，咁其實我自己本身亦都係住低層嘅。如果有啲地方咧係相對上車聲冇咁多，咁令到我在家工作也好，或者我哋瞓覺可以即係唔一定要開冷氣啦，可以打開窗啦咁樣，咁都會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因為係單棟式住宅嘅關係啦，冇一啲例如可能屋企樓下就有一啲有蓋行人通道啦。其實咧，如果講緊落好大雨嘅時候咧，一隻手擔住把遮，一隻手揸住手杖去行路，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麻煩喺度嘅。所以咧，如果即係住一啲地方，佢樓下可能有蓋通道啦，唔怕好天曬落雨淋啦，都會好好多啦。如果嚟緊揾嘅地方咧，能夠即係可能比較近住係商場啊，或者有一啲嘅天橋啊等等，可以駁到去鐵路嘅地方咧，咁都會係其中一個好我會加分嘅位嚟嘅。咁我自己預算咧都係16000到啦嚇。咁我自己希望個單位嘅間隔咧係有2間房嘅，因為我自己會在家工作啦。咁我同太太一間嘅睡房，然後另一間咧可以做書房或者多啲儲物嘅空間。根據 Merrick 嘅預算同埋需要，今次我哋揾嚟曾經協助視障人士揾樓嘅代理 Ocean 一齊幫手揾盤。第一站 Ocean 就會帶我哋去鄰近鑽石山站嘅龍蟠苑，睇一個面積426尺嘅2房戶，現時叫租係16800蚊。咁同 Merrick 嘅預算都好接近，尺租大約係39蚊，亦都大致貼近市價。不過正式上樓之前，由港鐵站行去住宅大廈呢一段路，都已經有唔少細節需要幫 Merrick 特別留意啊！咁我哋而家就喺鑽石山站嘅 A 出口嗰度啦。咁我哋咧都會順便計一計時咧，睇下由呢一度行到過去嗰個大廈嘅樓下要幾耐啦。咁而家咧就係1點06分，咁我哋就出發啦。好，出發。作為一位視障人士咧，我都會好留意住嘅大廈或者周邊嘅無障礙設施啦。由鐵路站行過嚟呢一棟嘅大廈都非常之方便啦。咁因為沿途嘅路咧好多都係即係一係直行，一係轉彎。咁嗰啲嘅路標咧都好容易認到啦，同埋中間都有好幾處咧係有蓋嘅通道。我哋依度就到啦。哦，而家我哋可以睇下表喎。我哋可以睇下表，因為3而家個分鐘。時間係3分鐘就係你好準確咯，好犀利。係1點09分。由鐵路站行去龍蟠苑放租盤呢一段路，其實就唔算複雜。雖然途中要上落少少樓梯，亦都唔係全程都有瓦遮頭。咁但因為路程唔長，加上呢一區係 Merrick 好熟悉嘅地方，咁所以對佢嚟講，呢一段路就未必太需要依賴引路帶、摸讀地圖同埋點字標示等等嘅視障人士無障礙設施。咁相比之下，住宅大廈嘅升降機同埋公共空間設計入面有冇清晰嘅聲響提示以及觸覺標示等等就更加重要。而根據屋宇署有關無障礙設施嘅設計手冊，要求1997年之後所有新起或者經大規模改建嘅私人樓宇，無障礙設施都要涵蓋至聽覺同埋視覺受損嘅人士。而最新版本當中，
住宅大廈入面同視障人士有關嘅無障礙設施，就主要集中喺升降機、走廊同埋大堂。如果住宅大廈係多層建築，又設有升降機嘅話，一般係至少要有一部 lift 係符合無障礙要求。同視障人士有關嘅，就例如啲 lift 掣咧係要有點字同埋要有觸覺標記。主入口樓層就要有特別嘅符號，方便辨認。另外，升降機到達樓層嘅時候都要有聲響提示，最好有埋語音報層，幫助視障人士知道自己去到邊一層。而升降機入口嘅門框位置都需要設有樓層嘅點字同埋觸覺標示。另外，大廈走廊同埋大堂設計都好重要，公用通道唔應該有外露嘅構件，減低視障人士碰撞受傷嘅風險。最好能夠再配合足夠嘅照明同埋清晰嘅環境對比，都可以幫助低視能人士更加容易辨認四周環境，令出入更加安全。咁講解完上樓前要留意嘅地方，我哋終於正式入屋啦。先請 Ocean 你啦，幫我哋簡單介紹我哋今日第一個放盤單位嘅間隔同埋面積係點樣？可以啊，嗱，其實呢個單位就係實用面積就426尺嘅，咁屬於一個叫做原裝兩房嘅間隔，咁啊一個叫做 L 型嘅廳，咁就兩邊就係眼鏡房咁樣咯，同埋呢一邊就會朝向翻東嘅房。廳同埋廚房都係向翻東嗰邊，咁相對嚟講就會有陽光入屋啊，咁同埋就係比較通風咁樣咯。明白，咁都想問下 Merrick 啦，因為咧今次係我哋第一次同你去揾樓啦，都想問下我哋陣間咧陪你去參觀呢個單位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嘅細節係要幫你留意嘅咧？一陣間咧，如果可以有啲空間。我可以捉摸到啦，例如由邊一度去邊一度係幾多大約幾多尺幾多長度咧，咁可以用我隻手去比劃下啦。我唔知呢度有冇家私咧，如果有家私嘅話咧，都可以俾我捉摸下啲家私嘅擺位。咁等我大概咧，如果將來我真係入嚟住嘅話咧，我都可以想像到自己嘅家私係點樣擺。哦，好啊，冇問題啊。咁我逐一介紹下。收到晒，咁我哋就逐個地方行下啦。咁我哋就為咗令你更加清楚了解成個單位嘅動線咧，咁我哋就由大門口嗰個位置開始先，你可以捉翻住我左手嘅手臂。咁我哋而家咧就係其實係喺單位個大門嗰個位置啦。咁而家陣間咧入去呢個廳區就係一個呈 L 字嘅開隻。咁但係我哋咧就會先行咗就係呢個玄關附近嘅一啲空間先。咁先行就係第一個咧就係洗手間。咁咧就係大門咧入嚟之後咧，隔離嗰道門咧就係㗎啦。不如我同你調一調位，可能咧容易啲感受到。嗱，呢度係大門咧，摸下呢度大門。然之後隔離呢個入口咧就係洗手間啦。係啦，咁可以先入去感受下啦。咁咧，你嘅右手邊咧，前方咧就有個星盤啦、洗手盤啦，然之後隔離咧就係企缸。呢個洗手間嘅通風窗就設咗喺企缸入邊嗰度。哦，OK，係啦，好特別喎。平時多數啲窗喺馬桶嗰邊。我想問下啦，即係對於你嚟講啦，你沖涼嘅空間咧，如果有一級嘅話咧，需唔需要特別要留意？即係會唔會都比較危險啲咧？其實慣咗就 OK 嘅。我都試下個級先。試下扶住行上去。都會係要留意嘅地方，咁但係我諗都未必十分之關鍵。咁入到嚟廚房之後咧，廚房門口隔離係有個凹位嘅，一個空間係未擺嘢㗎啦。咁如果呢個位置咧，其實係擺雪櫃嘅，係啦。睇幾高先？哇，都一路通到去上面，好夠喎，真係。擺到一個單門嘅大 size 嘅雪櫃啦，然之後隔離咧就係呢個嘅工作台面同埋煮食爐同埋儲櫃嘅位置啦。咦，佢都係用明火係咯？係啦，對於爐頭嘅需求係覺得要明火好啲啊，定係電磁爐好啲？會話用電磁爐覺得安全啲？哦，反而調轉啊，因為明火咧佢有熱力噴出嚟咧，我會更加知道佢係即係着咗咁樣咯。佢呢個就兩個爐頭，我哋而家本身嗰個三個，不過 OK 應該夠用嘅，兩個大爐頭都夠用嘅應該。咁下面就有啲櫥櫃啦，我哋開一開嚟睇下。下邊啦，睇下先。有啲儲物櫃。係一般啲可能垃圾桶啊擺呢度啊呢個，然後呢度就係星盤啦，我估計係一個星盤嘅。而家多數都係一個，以前好早期啲樓有兩個星盤就，但係而家好難揾。你自己係中意兩個星盤多啲？洗嘢方便啲咯，一個擺咗一個擺入，但係而家好難揾㗎啦。正式入到嚟個廳嘅位置咧，其實成個廳咧係呈一個長方形嘅開隻嘅。大門一行入嚟直行咧，可以係話係一個飯廳嘅位置。咁但係因為咧呢度暫時就冇飯台呢個傢俬啦，咁可能咧就要大概感受一下啦。咁我自己覺得咧係可以喺呢度咧係擺到一張4人嘅餐台都得嘅。有冇話需要點樣去感受呢個空間？哦，
可能我摸下埲牆咯，然後因為我有，如果你頭先講4人餐後，我要諗下，如果大概要點樣擺咧，唔好阻到個門口啊，或者唔好阻到通道。因為咧，雖然呢度夠位擺到一張4人嘅餐台啦，但係咧其實都要預留一個空間咧去入房門，因為其實咧再行前少少就係個房門㗎啦。咁不如我試研究下由呢埲牆去到房門有幾遠先？嗱，呢個牆喺度，一個轉角位，轉角，到房門㗎啦。哦，OK。然之後再褪翻後少少咧，喺呢個位置咧，可以大概張開雙手感受下。呢度咧其實係夠位可以擺到一張坐到4個人嘅餐台嘅。咁張餐台就唔可以太貼近呢埲牆啦，如果唔係一出門口嗰個人就會撞到啊。嗯。咁其實再行前少少咧，呢個位就可以做到一個客廳。你而家嘅左手邊咧，就會係有一個嘅電視櫃嚟嘅。咁上一手就係攞嚟做電視櫃。咁下面都有啲空間係可以俾你攞嚟擺嘢。你會唔會話考慮再擺張 sofa 咁樣？sofa 就未必，但係可能會擺一個再高身啲嗰啲，即係超過1個人咁高嘅櫃咯。因為我哋而家我本身屋企本身都有一個，咁可能都會想搬翻過嚟呢度。啊，感受下先。其實呢度係個窗嚟嘅，窗隔離呢度啱，可能已經係一個櫃嘅。我有時都會攞一手咁樣度一度咯，大概想像下個空間係啲乜嘢。拍牆啦，我出嚟之前咧，我都大概度咗啦。咁個櫃嘅深度咧，大概係我中指指尖去到手踭多少少嘅。咁所以我先度嗰個深度咧，我度多次。咁我大概就知道係，其實係啱好可以揼到落去呢個位。咁我哋可以睇埋個窗啦。我記得咧，你揾樓要求嗰度咧，又話要感受嗰個窗口嗰個究竟嘈唔嘈啦，同埋開個窗先過關喎。望翻去呢個星河名居同月庭軒嗰邊嘅樓景啦，同埋樓下都有啲樹木嘅園林景咁樣嘅，咁都係主要望樓為主。呢邊就係向東嘅，嗰個通風感覺好好喎，通風感覺又好啦，同埋即係雖則呢度係叫低層啦，但係即係唔覺得嘈。要幫 Merrick 更準確咁掌握單位嘅空間感，量度唔同位置之間嘅佈距，都係一個好直接嘅方法。我哋而家就由大門行到去頭先睇嘅第一間細房嗰邊嘅牆身嗰個位置啦。咁呢度大概係1、2、3、4、5、6、7、8、9、10、11、12、13，大概13左右。咁我哋而家就感受下由窗口嘅位置行到去最盡頭飯廳嗰邊位置，大概個尺寸係幾多左右啦？1格、2格、3格、4格、5格、6格、7、8、9、10、11、12、13、14、15，咁挨埋去到呢度咧，大16左右。嗱，睇到呢一度，其實都大概可以歸納到 Merrick 感受單位嘅方式。關鍵係要透過觸摸、佈距同埋聲音，慢慢建立對空間同埋動線嘅理解。我哋接住去到睡房，有齊衣櫃、床架等等嘅家私，都更加有助佢去理解空間比例。佢諗翻上次揾樓嘅時候，雖然參觀時間好充足，但因為冇家私，全靠想像去理解佈局，過程都真係比較吃力。冇人嘅裏邊清水嚟，所以就可以 stay 得耐少少，stay 咗半個鐘。我未搬嘢入家私之前咧，我用咗嗰半個鐘，我都理解唔到件事咯，因為佢冇家私冇成，我完全想像唔到，放張6尺嘅床會發生咩事，咁我就拉唔到尺。佢都俾我哋拉尺嘅嗰陣時，咁但係我拉完尺之後，攞住條尺我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咁。跟住係 until 我哋開始入家私，開始 feel 到件事啦。可能如果係咧，就呢間房看來係比較細啦。我可能呢間房係細房嚟嘅，我就會諗下係將 instead 我擺張床啦，就擺張書台咁樣。其實咧佢好好啊，呢度有家私咧，我可以遇到一啲位，即係嗱呢個係開門啦。譬如話呢一度夠咯，都夠咯，擺張書台喺度。大概就成個單位就行晒啦。都想像到啲嘢，如果要擺嘅話，係擺喺邊啦？成個感受點樣咧？覺得其實都幾多儲物嘅空間，同埋佢呢個職真係一流嘅地方就係佢冇走廊。聽落個尺數雖然唔係好大嘅數字啦，咁但係真係好夠用嗰啲位。咁整體嚟講 ，Merrick 對龍蟠苑呢一個單位嘅觀感都唔錯。不過臨完結嗰陣，其實我都有提醒佢㗎。我見到單位都有唔少歲月嘅痕跡，如果真係要揀呢一度嘅話，都要留意返呢一點。同埋入住之前，全屋都要徹底清潔一次。至於第2站就係 Merrick 一直都有興趣了解嘅現松山。咁雖然屋苑嘅2房租金超出佢嘅預算，
近期成交月租要達到24,500蚊，尺租係47蚊。但趁住今次拍攝，我哋都想帶佢感受一下。而由龍蟠苑行去現崇山呢一段路，我都見識到 Merrick 對呢一區有幾熟。原來喺佢腦海入面，早就已經有一幅清晰嘅社區地圖。成段路嘅路程呢，其實都係由佢主動帶路。即使佢睇唔到路況，都可以靠住手杖去避開障礙物，同時掌握方向。佢對於空間記憶、路線判斷以及環境感知方面，甚至都係比一般人更加敏銳。我哋而家應該要落斜路。引路帶對你嚟講有幾重要？其實如果啲唔熟悉嘅路面咧，都好重要嘅。至少我跟住佢行，一定避開到障礙物啦。咁但係其實熟悉嘅地方，基本上我唔係好用。但係頭先佢有啲警告磚咧，其實佢會喺斜路口啦。咁嗰啲咧就好重要啦，即係俾我可以揾到個斜路嘅開口同埋即係終結同埋起點咁樣。咁大約15分鐘，我哋就由龍蟠苑行到去現崇山啦。今次嘅放租盤就係一個523尺嘅2房戶，單位叫租26,000蚊，尺租大約50蚊，比市價略略高大約6%。咁我哋咧都係好似頭先喺龍蟠苑咁樣啦，我哋就由大門入屋嗰個位置咧開始咧逐個空間去行下，俾你了解下單位嗰個動線先啦。咁呢度就係大門啦，咁就有個玄關嘅位置。咁玄關係幾闊咧？嗱，你可以打開隻手。嗱，呢個係大門中間位置。大門位置。係啦，玄關咧大概咧其實就係你打開隻手嘅闊度嚟嘅啫，都唔到嘅。咁就唔算話好闊，就唔係頭先龍蟠苑嗰隻咧係一個好闊嘅玄關啦。咁然之後咧，一入門之後咧，其實右手邊咧就係廚房嚟㗎啦。咁我哋由玄關行翻出去廳區嗰度啦。咁我想問問 Ocean 啦，呢一個嘅廳區嘅話咧，大概有幾多尺左右？嗱，呢個廳區大概有180尺左右，咁都屬於係幾市正嘅。身處我哋係一個飯廳嘅位置啦。佢前面呢個位係咪直角嚟㗎？呢度係直角嚟嘅，佢凹入去呢度咧係有一道嘅通風窗嚟嘅。係啦。咁變咗佢呢度廳就去到嚟呢一度咯，咁變咗可以擺得一張幾闊嘅餐台嘅。我諗呢度可以擺到一張6人餐台，其實都好足夠啦。咁我大概同你講講客廳嗰個格局啦。而家你嘅右手邊就係有個 sofa 喺度嘅，而你嘅左手邊咧就係有一組嘅類似電視櫃咁嘅設計啦，但係佢就做一個書台咁樣嘅。咁呢一度咧同龍蟠苑咧有個好大嘅分別，就係呢度係有走廊㗎啦。係啦，咁我哋而家就要穿過呢條走廊。喺龍蟠苑嗰度你都提過，就係覺得冇走廊個間隔會好啲啦。其實走廊對你最大影響係咩？其實最主要都係佔用咗空間嘅啫。因為我而家住嗰度本身都有走廊啦，咁其實又唔會話好唔慣啊。走廊又唔會擋住我嘅。當然佢有個好處就係，譬如我而家左邊有間房啦，而前面有間房啦，咁會有少少privacy 嘅感覺啦。咁你而家我哋先入咗你摸到你嗰間房先啦，係啦。有一種好新嘅味道。咁呢一度咧，佢而家就擺咗一張嘅單人床喺度。咁我哋再向前行咧，就係個主人房咯。玄關後面咧，其實就有一組好大到頂嘅儲物櫃，好大組嘅櫃。幾闊咧？你可以打開手去感受一下。我哋由呢一邊開始啊。由牆邊呢度。牆邊呢度。哇！去到呢度。深度咧，呢度深度得唔得？深度夠啊！呢個可以擺到西裝有得啊！呢個位，呢個高身櫃攞嚟掛西裝咁樣，其他啲衫就接好擺喺度咁樣。有時咧遇到啲家私，我自己都會嘅一路其實呢一格大概擺咩咧？嗰格大概擺乜？已經心裏面要有個 idea， 咁就會方便自己之後 recall 翻嘅時候會記得點樣做。2、3、4、5，咁大概行5步咧就可以去到張雙人床。咁呢張咧係一張 king size 嘅雙人床嚟嘅。最後參觀埋浴室。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有窗嘅名廁啦。咁佢咧就係用一個浴缸嘅設計。浴缸咁呢度啦，夠位嘅。個浴缸都唔係好高，唯一佢就係除咗一個浴缸個邊之外，佢仲有一條再凸起一條邊。咁就要攬嘅時候小心啲啦。咁
咁我哋今日就已經行咗2個嘅放盤單位啦。咁呢一個現崇山嘅兩房放盤咧，你又覺得點咧？其實呢個單位咧，佢可能即係勝在夠高層啦，都好安靜啊，同埋咧佢個座向南咧，咁都好涼爽。我先企出去露台，所以比較新淨啦。呢個係佢比較好嘅地方。但係咧，即係我頭先都發覺咧，間隔上面咧有啲位都要花啲心思嘅喎。例如咧，可能廚房都唔係四四方方啦，亦都頭先喺尾房咧都有一個3角形嘅櫃。咁亦都有其他一啲嘅間隔咧，即係如果真係租呢度咧，其實都要諗一諗點樣去善用啦，譬如書台啊或者擺嘢地方咁樣。對視障人士嚟講，揾樓從來都唔容易，由感受空間到了解單位佈局，都需要可靠嘅人喺旁邊引導，同埋代理細心配合。代理 Ocean 諗翻佢第一次帶視障人士參觀單位嘅時候，亦都係佢第一次接觸呢一種用觸覺主導嘅睇樓方式，感覺都特別深刻。咁其實又記得應該大概2年前左右啦 ，walk in 入嚟啦，咁啊有台客，一個老人家就攬住一個年輕嘅女士啦，同埋手抱住 BB 嘅。但係咧，我就留意到一樣，佢就係有視障嘅問題嘅。佢就話想揾翻本區嘅3房單位，睇樓各方面其實都係會好小心，因為其實佢都係要靠觸摸啊，咁個單位啊咁樣。睇樓嗰個過程行路嘅時候就係佢搭住我個膊頭啦，有位老人家就應該係佢媽咪啦，咁就幫佢抱住個 BB，咁就搭住佢，咁3個我哋咁樣一齊去睇樓咁樣咯。每一個角落廳房、客廳、廚房，佢都係用手去接觸、去感受咯。咁呢個係令到我感覺係好深刻咯。當然佢最後佢都即係成功揀到心水嘅單位啦。除咗開心之外，我都覺得係有一份叫做可以幫到人嘅感覺咯。其實咧有陣時即係揾樓都會可能上一啲網上平台做一個首輪嘅篩選啦，望一望啦咁。一個好大嘅障礙就係即係我哋睇唔到個圖則啦。視障人士嘅讀屏軟件其實佢哋處理圖像嘅時候咧都係會差啲嘅。咁因為就咁望住2房1廳1廁咁樣，我哋都唔係好想像到係乜一回事啦。其實都好視乎個網頁或者個 app 佢寫嘅時候咧，究竟有冇加入一啲視障友善嘅元素啦，例如佢嘅按鈕每一個嘅button 係唔係用圖像去表達啦，定係用文字去表達？對視障人士嚟講，現時睇樓最需要嘅就係清晰易明嘅資訊。要令揾樓程序更加友善，由網上文字、單位圖則到現場空間描述，都需要更加具體嘅資訊支援同埋聲音導航。今次成個拍攝同平時睇樓都好唔同。透過呢一次拍攝啦，我哋都重新理解睇樓嘅定義。一個單位係咪適合居住，就唔係單靠面積、裝修或者景觀就可以判斷到。環境入面每一個細節都要仔細咁去感受。某程度上，呢一種睇樓嘅方式，甚至比一般人更加細緻。咁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有啲咩感受都歡迎留言講下㗎。都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